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今天凌晨2点呢，美联储公布了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那纪要的结果呢是非常不确定的。那这种不确定呢，在于加息与否方面。那么6月份，是否要继续加息啊，成为一个疑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啊，美股就这一个疑问啊，发动了一轮下跌行情。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美股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有悟空阴线。这个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阴线，是在反弹或者震荡行情当中发动的一个标志性的第一根的阴线，也是被行情压制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的标志性的阴线。标志性的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八剑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那么就在昨天呢，终于走出了它的唐僧阴线。我们一直认为啊，唐僧阴线会打到169日均线附近，也就是32800点附近啊。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意味着美股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但是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以及当前位置上32800点上这里的169均线，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容易出现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这个时间级别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就有可能走出小时线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动作。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这轮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切到比特币的行情。因此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在完成这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之后，我们看到这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完成。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完成之后，做4小时级别的反弹动作。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4小时级别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啊，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附近啊，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是发生变盘的位置。我们看到啊，比特币随美股出现一轮下跌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比特币这个位置上的反弹，是我认为是提前于美股发生的一定幅度的反弹，原因就是美股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日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容易在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角度上来看，容易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比特币啊，在它的连续性的情况下啊，因为我们知道比特币是24小时、汽车24小时交易，而美股呢，它只有在开盘时间啊，也就是中国区时间晚上9点半之后，它才开盘进行交易。因此呢，比特币有一定的前瞻性，有一定的提前性。所以呢，比特币在低点出现之后啊，接近前低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整体趋势来看呢，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上。打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比特币已经在4月17日这一周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围绕悟空阴线展开的。那后面的这几根 K 线呢，这5根 K 线呢，我们认为是干扰我们行情当中判断的一组阴线，也叫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干扰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下跌趋势由哪儿产生的？由4月17日的这一根悟空阴线啊，这里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产生。因此呢，下方行情当中在反弹完成之后呢，依然容易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再往下走呢，可能会出现八剑阴线、沙村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的目标点位呢是在$22,000。$22,000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由20年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构成了一个支撑位。同时呢，这个位置上也是前面震荡行情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我们给出周线级别下跌洗油的一个目标点位是在$22,000附近。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当中略显强势的依然是以太坊，它的强势呢是它的一个价格同比特币价格的比例出现了一个强势。因此呢，在行情当中，我们在日线级别上仅看到了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八剑阴线组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沙僧阴线组，但整体趋势呢，它依然属于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下方呢仍然容易出现一个唐僧阴线。那么下方的唐僧阴线出现之后，我们看到下方这个位置上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共同形成了一个支撑，这条支撑线呢大概是在$1600附近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前面行情当中23年1月份到3月份这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中枢，也在$1600附近。因此呢，一旦以太坊继续下跌在$1600附近，才容易出现快速的一定时间级别的反弹。这个日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的反弹呢，我认为大概率会是一个
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短暂反弹。但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已经显露出来了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系统当中的一个悟空阴线。因此呢，在这个整体行情依旧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的情况下，那么以太坊容易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那最终的目标点位呢，可能会在$1500附近$1500附近呢，是由878低点本轮行情当中的低点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个支撑位呢，在本轮行情当中，我认为是容易接近，但是不容易发生跌破的在目前时间点上，我们看到当前时间已经到达5月底。我们认为5月底到7月中旬的一段时间呢，是行情逐渐走出底部区域的一个时间节点。虽然当前时间行情非常低迷，仍然有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预期，但是对于多头的仓位或者是现货的仓位，应该进场作为补充这个仓位呢，我们看是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让你和行情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联系，只有你和行情起到联系之后，有了一定联系之后，才能和行情建立某种关系。在这个关系的情况下它如果进一步的下跌，你才容易做出补仓的动作。如果你完全脱离开这个市场和行情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低点你也不容易抓到，未来上涨的趋势你也不容易抓到。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虽然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但通过左侧交易的法则来看目前是建立第一个仓位或者观察仓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时间点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币种已经远远甚至接近于历史的最低价格。这个历史最低价格呢，指的是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最低点包括我们看到了 UNI 这个代币就是进入了黄金坑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在这种可能是4年牛熊更替当中的一个低点的这个区域上，我们更多的要把握一个趋势上的位置。这个趋势上的位置呢，是一个范围的位置，大概率在这个范围在未来牛市当中你会大赚的，而不是亏损的所以呢，在低点的位置一定要积极的或者是耐心的去建立你的仓位把这个仓位填满之后，未来牛市行情真正的启动之后，才能够抓住趋势行情，带着你通过学习或者通过听我的课程得到你应该得到的通过努力应该得到的这些利润。刚才提到了 UNI， 我们看到UNI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部分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跌破。那么目前呢，价格已经进入到了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对于左侧交易左侧交易是一种相对保守的一种交易方式。左侧交易呢是在行情未发动之前进行的一个交易。那么黄金坑的位置要把握住，这个区域上是对于 UNI 来说是非常低估的位置因为我们知道 Uniswap已经出现了 3.0 版本，在 3.0 版本之内呢，可以通过价格区间添加流动性，在一定价格区间添加流动性这种功能实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行情当中通过 Uniswap这种去中心化 DEX 交易所进行抄底或者挂单卖出就是目前的 Uniswap 3.0 已经可以进行挂单买卖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好。同时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已经被称为贵链，在这种贵链前提下以太坊的价格虽然没有因为这个事件导致快速上涨，但是目前它的活跃性让 Uniswap 3.0 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认可和重视。因此对于 UNI 来说，我认为本轮行情这轮牛市结束之后一定会超过$100。当前低于$5价格进入黄金坑的这个价格是非常具有投资价值的。对于 IN 钩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发生了反弹那上面这个位置上大概是在$7.5附近就发生了下跌。原因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和支撑的作用，但行情走到波动的末尾的阶段上，它容易发生变盘动作。这个变盘动作的前提呢是它已经在这个筹码区间运行了很久，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筹码中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必然是一个变盘的动作。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想象成一个黑洞，一个乒乓球在这个黑洞之前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找到一个突破的一个位置。因此呢，对于$6附近的IN 钩来说对于它的强势
来说啊，应该布局一个仓位，在这种布局仓位的前提下，如果发生下跌，那么底部位置就会形成和 UNI 同样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但是 IN 钩在行情当中，悖论行情当中是最强势的币种之一。我们看到前面已经出现了一个7倍的涨幅，这个7倍的涨幅呢是在周线级别上出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形成当中的一个8根阳线产生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调整依然在继续啊，调整之后呢，依然认为它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的杀层阳线和唐层阳线。那么对于 IN 钩来说啊，本轮行情它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的调整过程当中，所以呢，对于 IN 钩啊，它是一个右侧交易，这与 UNI 恰恰相反啊，一个是左侧进行交易，一个是右侧进行交易啊。无论怎样啊，都是我们的一个可能获利的手段啊。所以呢，对于 IN 钩来说，强势过程当中的调整啊，在调整的尾声的这个阶段，在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有一个仓位，起码是一个小的仓位或者是观察仓，这样呢，你才能跟随它走出趋势上的利润啊，可能是这两种走法啊都有可能，因为接近交点的这个位置上可能发生上涨突破，也可能下跌啊，下跌它也是有限的下跌，最终呢它还会回到原来的既有的趋势当中。还应该重点关注的依然是我们老朋友啊 CFX 啊，它在本轮行情当中非常强势，在日线级别上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一直在做震荡调整，但是它的调整幅度并不大啊，在这轮行情当中，我认为它的调整幅度并不大，并且呢，它正在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呢已经非常接近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突破，并且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4小时级别上发动了真实的突破。那么目前为止，0.3美金就是它一个在4小时级别1445均线上的一个支撑位啊。因此呢，对于目前已经突破的 CFX 来说，我们认为在6月份前后可能会出现一轮行情，因为 CFX 呢有一些消息面的因素在6月份会最终落地啊，包括香港政府支持对这个公链的支持，还有它和小红书的合作和抖音的合作，大概率会在6月前后进行一定的落地。同时呢，它也是公链啊，新公链啊，在板块当中的龙头啊，也是香港板块的一个龙头币种啊。所以呢，目前它的回调幅度基本上接近于以太坊，非常缓慢啊。那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的尾声啊，要对 CFX 进行一定仓位的布局。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